本地每年都会出现骨痛热症病例，你会不会因此对蚊子和积水变得特别警惕？啊，这么一点点水应该是不会有问题吧？怎么会有蚊子？啊，这个是普通蚊子，还是伊蚊啊？哎呀，糟糕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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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日防夜防，伊蚊难防，小心中了伊蚊的招。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欢迎我们2位嘉宾陈宏宇 ，Hello， 还有意大利郑丽芬 ，Hello，以及传染病专科梁浩南医生，欢迎欢迎，谢谢。欢迎医生哈。哎，我们这个开场看到这个宏宇哈，在照顾他的小花园啊，跟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主题骨痛热症有什么关系啊？主要的这个是蚊子的温床。哦，对， OK， 那其实骨痛热症在新加坡也是很常见的哈。那很多人就以为说，哎，就发烧嘛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哈。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请过来人啊来讲讲他的经验。宏宇，哎，真的好辛苦啊，全身都是痛的，这真的叫骨痛热症啊，骨是会痛的。OK， 所以你那个时候是在大概什么时候得到这个骨我痛热症？患有大概15年前 OK 在马来西亚拍戏的时候，所以真的很痛了。你看，痛到今天他还记得。而且为什么记得是因为农历新年的时候中的？对，哎哇，OK， 好。哦，意大利，你家人也是有中过骨痛热症？是我妹妹 OK 而且还中过2次。她是发高烧1个礼拜，然后一直不退，去看医生验了血才知道那是蚊症。哦， OK， 哎，医生，我想问了，我会得了那个蚊症哦，是被那个蚊子叮吗？还是什么特别的蚊子叮我吗？是一个特别的蚊子，是那个伊蚊蚊子。哎，那我想问一下梁医生，所以这个蚊子是骨痛热症的罪魁祸首吗？不完全是罪魁祸首，比较正确的说法是关键的帮凶。也就是说，真正的元凶其实是那个病毒，也就是那个登革病毒。 OK 蚊子有了登革病毒过后，叮了人才可以传播。 OK，如果蚊子没有那个登革病毒，叮了你就不传播。但为什么那个蚊子会有登革病毒嘞？就是那个蚊子叮了一个人过后呢，病毒跑去肚子里面繁殖，接下来它在唾液里面的时候会有病毒出来，一叮下去，一些唾液出来就有带有病毒，就传播给其他人。所以是蚊子先叮到有那个病毒的带源者。对 OK， 但是那个带源者不一定会有些症状。对，其实78%的人第一次感染病毒都没有症状。OK， 好，我来考大家了哈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照片哦，有2张哈，哪一张是伊蚊？是左还是右？来，宏宇，我的右，为什么？因为黑斑蚊是有那个黑白的，你那时候被叮是被这个蚊子叮吗？应该是吧？我要找它出来，黑白啦，黑白的。黑白哦。那米肖意大利嘞？我认为也是这只，因为它也是黑白的。黑白的。OK， 那我们请梁医生来解答，哪一个照片是伊蚊？ OK， 右边的是对的，好像斑马一样，那些白线呢，就是伊蚊。相比一下，另一个呢，它脚那边没有白斑，没有白斑的话不是伊蚊。OK， 那医生，你是说有70%的人他们被伊蚊叮了，然后有骨痛热症是没有症状，那剩下30%的会有什么样的症状？他们有症状呢，就如发烧、头疼、肌肉疼痛。那有2个症状呢，稍微比较偏向于骨痛热症，就是你眼睛后面痛。就按那时候我是有啦，所以我一直按我眼睛，为什么感觉痛，而且又很烫，又发高烧，然后全身那个骨也痛。真的很辛苦，真的很辛苦的。哎，这个非常记得。所以你自己疼痛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你中这个骨痛热症，我是去看医生才知道？我看医生才知道啦，然后再验血，然后我血小板很低，然后就真的是中了那个dengue了，然后全身没力气，但是不是很严重的，我不需要留院。这样还不严重啊？不严重，至少可以回家。有些是要住院啊，不用太担心了啊。但是大概说一下，第2个症状呢，比较偏向于骨痛热症，其实是背后痛，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背后这边很辛苦，这也是比较偏向于骨痛热症所以眼睛后面痛，
或者跟背后痛的时候，比较偏向于骨痛热症。 OK，梁医生，这个骨痛热症哦，它的发展阶段是如何呢？那你看一下这个图片呢，头5天的时候发烧真的是很厉害，可以跑到30就要40度，身体呢就缺水。发烧、头疼、肌肉疼痛，是人很辛苦。那你不管喝多少水的时候，好像不足够。接下来第4、5、6天的时候呢，身体会比较好一点，但是这个时候同样的血小板会慢慢降低，所以可能会有出血的问题。它是跌到发烧停了过后，还会继续跌到第8天为止。第9天的时候呢，才会康复。哦，血小板太低的话呢，你可能流血，毛孔那边流血的话呢，你会看到一些小小的红色的斑点。OK， 而且最怕是如果说你有什么内出血啊，会有些并发症啊、发炎。对了，那如果在皮肤啊，甚至鼻子里面或者牙龈流血，我们有办法可以压着控制。但是如果是肠胃流血的时候，就非常危险。哎呀，肚子流血你怎么按不到，肠胃甚至痔疮那边流血怎么办？哎呀，控制不了。所以这个情况，肠胃流血可能甚至会导致病人丧命。所以我们这个比较担心。对 OK， 好，那梁医生啊，那除了这个血小板会偏低之外，哈，最严重哦会发展到什么样的情况？最严重，也就是我们医生最担心的是叫做登革休克综合症。OK， 英文名是 Dengue Shock Syndrome。 OK， 所以这个问题呢，主要是登革热影响到血管。血管的细胞之间呢稍微放宽了，身体里面的水呢全部都漏出来。哎呦，产漏出来的时候呢，里面的血就不够。对，里面的血跟水分不够的时候呢，血压就会降低。所以接下来可能会有休克的问题。器官可能受影响，其他器官影响的时候，真的是很大的问题，甚至有丧命的机会。大概第7、第8天的时候呢，还可能另外在发烧，英文名叫做 saddleback fever， 好像那个骑马的后面呢，一个起来一下，所以很多人第7、第8天的时候还是有点发烧，哎呦，那个病情又回来了。其实不是，这个是它的一种 pattern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到第7、第8天的时候，身体已经开始康复。在康复的时候，那个血管呢，那个缝已经开始关紧了。关紧的时候，那些水在外面太多了，它就跑回来。跑回来的时候，那个人会跟你说：“我没有喝水哦，但是一去上厕所小便，那个水从皮肤跑回到血液里面，从小便的时候排出来。” OK， 那个是康复的一个征兆。对，但是好的啦，对，正常的。哎，梁医生，为什么有人说这个骨痛热症哈，在退烧之后反而要更小心？退烧不代表说完全康复了。如果退烧过后有腹痛啊、呕吐、出血，这可能代表身体的血液循环出了问题。OK， 一定要马上去看医生，不要拖。不要以为退烧就没事哦。我一直以为你中1次就会免疫了，可是为什么Michelle的妹妹竟然可以中2次啊？其实不单单2次，可以中到4次啊！登革病毒呢，总共有4型，1、2、3、4。我们新加坡比较常见的是1跟2型，偶尔会有3跟4型。感染第1次过后呢，那个身体有一点抗体，但是那个抗体没法子抵挡其他的那种型类。所以第2次的时候呢，再来其实会更严重。但是第3次怎么办？会更严重吗？其实不会，第3次会比较好一点。第4次更严重，是这样的哈。第4次呢，因为学会了3型，所以第4型大概懂怎么控制，所以第4型的时候没那么严重。我也听人家说哈，如果你住的越高的话哈，就越有保险啦，因为那个蚊子不会飞在这么高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住在高楼的话哈，就会比较少机会被那个异蚊盯上。可能吗？你们认为呢？可能。那其实 NEA 呢已经做过这个实验，在一个空的那个政府主屋里面，没人住的地方呢，在下面1楼的时候放过蚊子，接下来20、30楼的时候呢，看一下有没有抓回来，到头来抓得到。抓到。他们其实这个蚊子它飞得相当厉害，飞得很高，是其实相当强。
OK， 因为它靠着那个墙壁这样慢慢飞上去。所以风来的时候呢，那个墙壁稍微有保护啊。对。不然有些时候有没有可能是顺着电梯这样上去？有。搭电梯上去啊？搭电梯刚才我进电梯，蚊子飞进去嘛。所以你看到赶快坐飞机也会嘛，飞机也会，有可能啊。从外国来的也会。那蓝医生，你看像流感这种都有所谓高峰期，骨痛热症有吗？有没有说哪个月份会特别高？大概5月份尾到6月份的时候已经开始了。哎呀，也是我们天气最热的时候。差不多。那如果天气热，一下子又下雨，一下子又天气热，那个雨呢就可以用来防止那个蚊子。是。那蓝医生，这个骨痛热症一般上是用什么方法来诊断？有2个方法。OK， 到头来是用血的时候呢，你可以验那个病毒的抗原，还有再像病毒的抗体。那抗原呢，其实要检查的话，第3天是最好，准确性最高，高达98%。OK， 抗体方面呢，不是第1天，不是第3天，反而是第5天。你需要那个身体做出一个反应，所以第5天比较好一点。所以第3天是病毒的抗原。第5天呢是病毒的抗体那是最好的。宏宇那时候挨针吗？有就每天都要回去验血，然后医生就是说你要多喝水，然后一天要最少3个liter。有吃药吗？吃那个 paracetamol 类似退烧药。所以这边他说的退烧药呢就非常的重要。退烧药我们了解的呢有2种，一种是普通的 paracetamol，另一种是布尔芬。那哪一个该吃呢 ？paracetamol 该吃，因为它不会影响到血小板的功能。OK， 布尔芬呢，你吃了过后，那个血小板它就没那么粘性就比较差一点，也就是流血的地方粘不住呢就没有用，所以可能反而影响到流血的机会更高。所以这个很重要，不能够自己乱吃嘞。所以不可以随便乱吃那个退烧药，尤其是你有骨痛热症的话，布尔芬之类的完全不要吃，只是吃 paracetamol。OK， 所以说有这个骨痛热症是不是真的就是没药吃可以医治的？是这样。暂时我们还是没有药可以控制，所以到头来还是要自己的抵抗力来控制那个病。所以一般的情况是怎么做可以帮他更快恢复吗？主要还是要喝水。问题是要喝多少水？我给你一个选择是1公升的水、3公升的水、5公升、7公升，甚至10公升的水。哇，10公升太多了，多少水才足够？一般人不能太多嘛。 10公升太多了啦，5公升，我就觉得5公升，对，5公升就够了啦。 OK， 这个是做了这个骗局啊！这个其实答案不是那一个公升的方面，就是喝到那个尿是清的。你说喝到那个尿跟你喝的水一样颜色啊？对啊，对，真的很难。如果你真正有骨痛热症的话，你喝了3公升的水的时候，尿呢还是很难清。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要出血呢 ？OK， 就是通常是吐血，大便流血，那边好像变黑色啊，因为它肚子里面呢溃疡，或者溃疡过后呢，大便出来的时候。 那个粪便就变成黑色，就是说肠胃那边流血。在这种情况呢，我们需要输血小板。那为什么不能一开始就预防这么严重的事？这个是属于怕输的情况。怕输了。OK， 其实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做了一个合作，做了一个研究，所以他们就2组人，一种呢是在血小板20以下的时候，另一种情况是在流血的情况呢才输血小板。这2组人哪一组当然比较好？ 所以到头来是那些已经流失了。对，流血的情况来输血小板呢，效果比较好一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些在不需要的情况输血呢，这血小板从哪里来？从其他人拿来的，拿来我输进去。 好像你的血呢输进 Kim 的血里面，会有不吻合的情况。对，不合的时候呢，可能会有好像一种敏感的问题，更复杂所以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合作过后呢，接下来有2、3宗的病人，因为输了血过后有出了个反应甚至可能会致命。所以我们在只有流血的情况，我们才会输血。所以如果刚好说你输那个血，然后你又不能够。 接受的话，身体有反应就有可能会丧命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没事最好不要乱输血。不要乱输。陈医生，我听人家说如果住在高楼层呢，就不用担心说会中伊蚊的招啊，是
真的吗？不一定。伊蚊是可以飞到高楼的，只要有积水就可能滋生蚊子。啊，所以呢，不要因为住得高就掉以轻心哦。好，那我们都知道呢，这个积水哈容易滋生蚊子，来考考你们哈，就是这个伊蚊哦，需要多大面积的水才能够繁殖？我们前面有很多有这个盖子，一直到我们的盆子。有小到大。 OK， 来，Kim 姐胸有成竹哦。不是，我们的新加坡政府哈有好好的教育我们，哎这个问题哈，我们没有人不会答。对，应该3、2、1，计时了，好不好？来，3、最小的啦2、1，来哪一个？最小的吗？对，最小就可以了。对，我们请梁医生来解答，好不好？我讲错了。对的，OK， 呀最小的是足够，但是这个水分呢也是太多了，对它需要更少。 2毛钱的水来，在这边2毛，我就放上2去的水就可以滋生了哎。这样2毛啊钱。够了。但是我跟你们再教一些东西。第一，那个水呢，那个蚊子比较挑剔一点，需要很干净的水。 OK 那个水呢也是要停顿下来的，一直有冲力的话呢，它也是不喜欢。 OK，对。你说干净，那一般的雨水算干净吗？雨水那些够干净了，但是如果你有加一点盐在里面的话呢，它就不喜欢。那如果说冲凉有肥皂那种水算干净吗？不干就不干净，不干净啊，有化学物质就不算。化学物，所以记得啊，蚊子适合 still water， 不适合。不是 sparkling， sparkling water 啊，有泡泡的哦。不适合气泡水。啊，气泡水不行。那马桶的水也是有危险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问得很好。哎，对哦。对吗？马桶的水啊，其实很干净哎。哦。啊，如果你出远门很久没有回来的话，而且你的窗口没有关起来，那个蚊子可以叮起。所以最好呢，你出国的话呢，马桶的盖也盖起来。哦就可以了。除了清除积水，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可以降低受感染的风险吗？是，所以其实有相当多，自己呢就是涂上那个防蚊剂，甚至你自己有发烧了，头5天的时候病毒还在你身上，你可以的话，你自己也涂上那个防蚊剂，让你自己的病毒就不会传给其他人。哦。 OK， 所以防蚊剂这个是帮助很多。 OK， 那现在呢，这是不流行。以前的时候，那个睡觉的地方呢，也是防蚊那个蚊帐。帐篷，蚊帐。我们公众呢，看到地方可以积水的呢，我们尽量排掉。OK， 好像地上有垃圾啊、罐头啊这些地方可以积水的地方，我们全部弄掉。它没有滋生的地方，同样的就没有蚊子的问题。对，所以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杜绝这个伊蚊滋生呢？医生，有一个呢是政府的措施，叫做一个细菌叫做乌巴卡。 OK， 那乌巴卡它们可以在繁殖在雌的蚊子跟雄的蚊子，政府呢就把乌巴卡雄的蚊子呢放出来。他去找那些雌的蚊子，没有乌巴卡，他们交配过后呢，还是会生蛋，但是孵不了出来做小蚊子，生出蛋没办法孵花了。对，但是如果一个雌性的乌巴卡，再加上一个雄性的乌巴卡，对，交配过后呢，还是可以，所以就是乌巴卡跟乌巴卡在一起就行。乌巴卡跟没有乌巴卡的情况呢就不行。哦，那有没有可能一个伊蚊哦，它有骨痛登革热的那个病毒，同时也有乌巴卡？有，当然有。这就没有效啦！这里放那个雄的出来乌巴卡的，那个雌的有乌巴卡又有人给你放在一起，它就生了。对，所以新加坡政府呢就非常特别，他说只放那个雄的乌巴卡。哎，那这个乌巴卡的细菌对我们人体会有影响吗？不会哦，不会。 ，OK， 我们感染上也是没问题的。我看直接那个喷雾 fogging 就好了，对不是？这种我不喜欢哦，喷雾是有幫助的，但是是属于暂时性。政府方面呢是希望可以摆出全部可以滋生蚊子的地方，蚊子没有办法滋生，同样的 fogging 也不需要了。哎，我想问一下医生，像宏宇哈，他已经得过了1次嘛，他那一次就很严重，那会不会他第2次会更严重？对，会吗？一定会更严重呀所以宏宇呢，
该打，打什么？是打疫苗。OK，打疫苗。是打疫苗。OK。那这个登革热骨痛热症这个疫苗呢，稍微比较特别一点。如果你没有中过、没有感染过，你去施打疫苗，那个效果没那么好。 OK，一定要感染过才反而是打。感染过打的话，算是好像一种 booster。OK，好像是一种追加剂，打了过后呢，身体会比较强壮。所以通常会建议说已经得过一次的去打疫苗。那另外78%你没有感染过，不知道的话怎么办？其实你可以验血看一下你曾经有没有感染过。哦，如果曾经感染过，但是没有症状的话呢，同样也是可以施打这个疫苗。所以我妹妹就应该去打疫苗哎，。可是你妹妹是得过2次的吗？是。还记得吗？第3次会比较好，好，所以不用了。说不用了。 OK， 这看一下，如果他还年轻，OK， 第3次不成问题。OK， 但是他80岁中第3次的时候呢，也不好过。OK， 主要还是看你的自身的状况。请问梁医生，骨痛热症到底吃药会好吗？可惜骨痛热症没有特效药。 到头来是要自己的身体呢慢慢康复，主要喝多点水，尽量休息。那身体如果有腹痛啊、呕吐或者出血的问题，赶紧去看医生。我也只能跟你说加油。所以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呢，就发现说，原来骨痛热症不只是发烧那么简单哦，从症状到危险期，每一步都不可以掉以轻心。没错，像刚有提到嘛，日常一个小积水啊，就可能会滋生这个伊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防患于未然哈。是。那今天也要谢谢这个梁医生的讲解，谢谢，谢谢谢意大利还有宏宇，谢谢，希望不要再被叮第2次了。不要了 ，No。 OK， 好，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，下次见，拜拜。